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，学习更地道的中文表达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今天在外边看着天气特别好，就出来了。没想到坐在外边的话，风还是很大的，有点冷。我们就先录一小段，如果太冷的话，就回去接着录。现在是2026年了，刚好是马年。在中国，如果你是马年出生的，那再到马年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本命年。本命年呢，意味着可能挫折会多一些，冲突、生病或者是动荡这样的事情会相对往年多一些。所以本命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去祈福，去庙里烧香啦，做一些慈善事情啦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穿红色。对的，在中国的文化里，红色能辟邪。邪可以理解为一切不好的能量，或者是看不见的一些生命体吧。而辟邪呢，就是可以避开这些不好的东西对你产生的负面影响。除了属马的本命年之外，还有3个属相也要注意哦。第一个是属鼠的，第二个是属牛的，第3个是属兔的。这4个属相呢，2026年变化会比较大，容易产生冲突。所以化解的方法也比较简单。刚刚提到的，要佩戴一些自己的护身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多做好事。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就是当你的起心动念都是比较善良的，出于好意，那么宇宙的能量也都会来帮助你，保护你。第3个呢，就是用喜事来对冲坏事。喜事那就很多了，结婚、生子、升迁、买车、买房，总之就是让你提升能量的事情，都可以在今年试着做一做。最后一条呢，就是要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，当然就是充足的睡眠，健康的饮食，还有情绪尽量保持稳定。做到这几点呢，相信2026年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度过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也穿了红色，毛衣是红色的。对，因为我也刚好就是刚刚提到的那4个属相当中的一个，所以今年就是要多穿红色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度过，就是最重要的。哇，又起风了。冬天的太阳看着很温暖明亮，但是没有那么暖和，就风一吹起来，立刻就觉得凉凉的。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让你觉得很幸福或者是很幸运的3件事，可以是小事。准备好了吗？
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，我的今天好像特别平凡普通，并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有幸福感的事情啊，就正常上班工作，然后下班回家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幸福的事情，那接下来先跟我一起做个实验吧。我们就要开始咯。好，从现在开始要屏住呼吸，看你能坚持几秒钟。我也一起参与，开始咯。天哪，我只坚持了10几秒钟。你们呢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想问的问题就是，在你坚持不呼吸的过程中，尤其是最后几秒的时光里，你在想什么东西？或者说，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反正对于我来说，最想要的就是自由顺畅的呼吸，就是空气。是的，你看，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事情，甚至我们都习以为常，有的时候都感受不到的事情，实际上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。如果不能呼吸了，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。所以以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就是身体并没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这恰恰是最大的幸福。这样想来，生活里值得感恩、值得庆幸的事情还真的不少呢。能正常的呼吸，能好好的吃东西，这其实恰恰是所有部位能正常顺利的协同工作，保障你每一天能正常的做你想做的事情。这本身真的其实是一个奇迹，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。我是怎么突然想到这个话题的呢？还要从年末的扫除说起。之前的视频也跟大家提到了，年末做了大扫除，真的是里里外外所有角落都清理得很干净了。可能是持续几天的劳作，尤其是家里的玻璃擦得非常明亮干净，我自己看了也很开心。但恰恰可能就是年末那几天连着扫除，所以不小心可能肩膀哪里受伤了。等到1月1号那天起来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左侧肩膀这样抬到90度之后就不能再往高抬了，就大约到这里，这样就上不去了。对，但是右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当时就有点奇怪，因为平时如果是突然运动或者是大量的劳动，那第二天肌肉是那种疲劳的酸痛。但这一次不一样，是我过去几十年当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疼法。反正那个感觉很难描述，就是某些方向肩膀不能那样继续活动，再超过90度抬起来的话，就是很疼，疼到上不去，像是关节里边哪里卡住了一样。之前看长辈肩膀痛、腰痛、膝盖痛，还有点无法理解，明明好好的部位，怎么可能突然就疼了呢？这一次真的就是毫无征兆的疼了，我至今都不知道是怎么导致的。我就赶紧查了一下家附近的整骨院，发现最早的也要6号才上班，所以这个期间
我就正常的轻微的转动一下肩膀了，这样简单的拉伸了到90度这个样子。稍微缓解一点，但还是很多动作做不了。当你肩膀一直是好的时候，你生活当中做很多动作，但你可能都意识不到你在用肩膀。但是它不舒服了之后，你才发现，天哪，这一天当中我竟然这么多次都用到了我的肩膀。比如说在晚上睡觉脱衣服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让肩膀抬起来超过90度。长得这么大，第一次觉得脱衣服竟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我当时真的有点吓到了，就很害怕是什么严重的问题。那夜里睡觉的时候，冲上躺着的时候也就罢了，你因为有2只手嘛，你可能一拽被子就能拽上来。但是侧身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被子，才发现超过90度之后，一用力拽被子呢，肩膀就会特别疼痛，就会从那种模模糊糊的睡觉的状态一下子就疼醒了。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也是觉得很费劲，然后平时开一下门啦，关一下窗户啦，甚至抬起手这样挠一挠后脑勺了，才发现一天当中无数次需要用到肩膀发力。在过去那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的肩膀，更不要提对它充满感谢了。但这次不舒服之后，才觉得生活太不方便了，正常的平板支撑也做不了了，就运动也受影响，生活也受影响。最主要的是，我还不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。终于熬到6号了，我一大早就去整骨院了。就诊的人除了我，几乎都是年纪更大的人，就看上去吧，至少都是60、70岁的大爷大妈，只有我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坐在那里候诊。那一刻还是觉得自己有点不争气。对呀，怎么还年纪轻轻就突然病了？后边等了一会儿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整骨的医生是一个很专业的骨科医生，他就问了我什么情况，我就在现场给他展示一下，说这样胳膊抬不上去，另外呢就是这样转动肩膀的时候就会有咯哒咯哒的这个声音，响声很大，以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医生就让我试着做了几个动作，基本上就是检查胳膊往不同方向这样去抬去转呀，这样的检查完之后，也没有说具体什么问题，就开始治疗了。让我坐在那里，把一个电器接通，电器的另一侧的是这样圆形的几个相当于是金属片一样的东西，差不多4、5个，放在我肩膀的正上方、前边还有后边还有侧边，然后通电。刚贴上去的时候好凉啊，冰凉冰凉的。但是通电之后很快就不那么凉了，但是也并没有热的感觉。那个体验就很像是轻微的电流震动的感觉，也不痛也不热，差不多就这样持续了15分钟。接下来才让我进到里边的治疗区，治疗区也并不大，差不多摆了4张床吧，每张床比较窄。
然后床与床之间呢有窗帘隔挡，保护患者的隐私。整蛊师又问了几个问题，但是也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，倒是没有骨折这样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就帮我使劲按了按，松解了一下肌肉，还告诉我要练一练后背的肌肉。医生说后背肌肉如果有力量，它就能很好的固定肩膀，让它不那么容易移动位置。背后治疗完之后，又让我向上躺着，接下来又摁了摁肩膀的正面，还挺疼的。但是我咬牙坚持住了，因为治疗的这种疼痛它就是一时的。无论是错位了要回到原来的位置，还是肌肉过于僵硬，那无论哪一个治疗起来你一定是会有痛感的。因为知道这个治疗之后会变好嘛，所以这种疼痛是可以忍耐的，而且医生都很专业，你也比较放心。给我治疗的那个医生呢，他还挺爱聊天的，也可能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吧，这样可能能减轻疼痛。反正就跟我天南海北的聊天，问我中国的元旦会有什么活动，还问大家会不会放鞭炮呀之类的。就人还挺好的。对，治疗完之后呢，医生就来给我穿上那种医用的胶带，横着贴了2条，竖着贴了1条，应该是为了固定这个部位的肌肉。接下来在这个胶带上面又贴了一副膏药，膏药贴上的一瞬间，我就差点尖叫出来，太凉了，就真的把我凉的一激灵。但还是要强作镇定嘛。医生就笑了，说挺凉的吧？我说对，非常凉。他说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那个药物开始起作用，那慢慢的就会热起来。贴完膏药，这次治疗就结束了。在等着付账的时候，医生又过来嘱咐我几句，跟我说其实好多人的肩膀都会响，我的肩膀呢也响过，所以在我看来呢，平时没有必要刻意转动胳膊来让它响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那样跟我说的，我当时听完真的是差点笑出来。我只是为了让医生知道我现在那个响声有多大，到哪个位置它会响，我纯粹是为了展示病情才去转动胳膊的。后边我说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那个会注意，尽量先不要动它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脱衣服，那我手抬起来的角度比治疗以前要高一些了，但疼痛感还是在的，所以我知道应该是在好转了。早上我打算换膏药的时候，这样低头看了一下肩膀，我才发现肩膀竟然淤青了。看到淤青，我倒是没有很害怕了，因为平时中医里的按摩、拔罐，皮肤经常会变成血色或者是紫色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好转的象征，所以也并没有很担心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来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大家如何看待梦这个事情呢？好多人就会觉得梦那就是很无厘头的，对吧？就是很随意，并不能说明任何事情。但是有些人就认为梦是某些预兆，而我呢，就是属于后者。我非常相信
梦是可以带来某些信息，甚至是预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按摩完当天夜里就做梦了，其中有一个梦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在一个很像中国古代的那样一个房间里，它也很像那种寺庙的大厅，总之空间很大。这个时候我看到有4、5个坏人就进到那个庙里边了。这个时候镜头就切换到那个寺庙的大厅里的视角了。我进去看到里边有好人跟刚刚进去的这4、5个坏人正在搏斗，然后就把所有坏蛋都干掉了。所以我早上醒来这个梦记得特别清楚，我就在想，他们可能就是我的免疫系统，或者是帮我治病的医生，而被消灭的坏蛋，那应该就是不小心的错位，或者这个地方受到的风或者是寒，在好人的帮助下，坏人被消灭干净了。所以我就知道，肩膀疼的这个事情这次肯定能治好，绝对不会有其他大问题的。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预知梦，或者是其他的有预兆的梦呢？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是迷信，但我是非常相信这样的梦的。我之前也做过很多奇奇怪怪但是都灵验的梦。以后如果有机会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再专门聊一聊做梦的那些事情。从中医的角度上看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医生叫徐文兵，他就提到过很多治疗的病人。这个医生讲到的，其中有一个病人也是肩膀一直痛，就是做各种针灸、按摩处理。这个病人呢，经常梦见就是有一只巨大的老鼠，每次都来咬他的胳膊，有的时候呢会拽着他的胳膊，想要把整个人都吞掉那个感觉。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这个病人就跟医生说，医生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梦。医生说什么梦？他说就是每次都咬我胳膊的那只老鼠。这一次我站在2楼的时候，梦见它又来咬我的胳膊，我就生气了，这样用力一甩，就把这只大老鼠从2楼甩到1楼。我终于赢了一次，终于反击成功了。医生就说，太好了，看来你这个病要去根了，也就是要完全康复了。果然接下来再经过1、2次收尾治疗，这个病人就彻底康复了。我是非常相信梦能传递很多重要信息的，尤其是身体比较通透、有灵性的人，更容易感知到给你发射的信息。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偏敏感型的体质。无论是人之间细微的情感变化，或者是某一个能量场，我能感觉到舒适和不舒适。这个可以理解为直觉，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每个身体，灵性程度不一样吧。但是这种身体过于有灵性的人呢，就相对比较敏感，容易受到外界能量的影响。如果你什么都感觉不到，这反而也是一件好事，证明你的神把自己保护得很好，不太容易受到外界能量的干涉。那说回到开头，我就是因为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舒适，才意识到过去几十年当中，它从来没有罢工
甚至从来都没有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这其实恰恰是他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勤勉的工作，履行他的职责的一个证明。只有嘴里起泡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吃饭喝水都会痛；肩膀疼了的时候，才发现换一件衣服都很费劲；甚至只有失眠的时候，才能感受到躺在床上就能入睡是多大的幸福。所以如果你的今天好像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是你能正常的起床吃饭，能跟你的朋友同事正常的交流，回到家里能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，能选自己想吃的晚饭，能按时躺在床上休息，每一项都很值得感恩。我们跟朋友跟同事相处的时候，你的感恩感谢都会让关系更加持久融洽。那我们跟身体也是一样的，对，我试过的。尤其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能躺在那里静下心来，把你的意念集中在那个不舒适的部位，不要去责怪它为什么又疼了，反而应该反省一下，在过去几十年当中，它从来没有疼过，没有让你注意过，所以我欠了它很多的感谢。当你把意识和关注力放在它身上，对它发自内心的表达关心和感谢的时候，身体会给你回应。我跟我自己的肝脏还有我的胃都聊过天，我发现当我认认真真感谢他们的时候，认认真真反省我对他们的照顾不周，他们依然带病为我工作的时候，肚子就会叫，那种叫声不是饿了那种咕噜咕噜的叫，总之它会回应你的感谢。之前理发的那一期，我记得也跟大家聊过一些肝脏的事情。之前说过指甲呀，还有头发呀，都是肝脏在主管的。我每次如果生气了，就真的生气了，很生气那种，不久之后指甲上就会有那个白色的点点，像小米粒那么大，陆陆续续一直都在，就这个好了，另一个又会长出来一个，因为毕竟10个指头嘛，对吧？后边我就试着跟肝脏对话，就每天睡觉之前把双手放在肝脏上，要跟肝脏真诚地表达道歉和感谢。然后最神奇的结果就是，这样持续了差不多3周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在那坐着的时候，就有一阵眩晕。这个眩晕的感觉，我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。那个晕的感觉像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坐过山车，或者坐海盗船，这样晃来晃去之后，头会有点晕吧。但我那次眩晕的感觉就是人明明这样好好的坐着，并没有任何这样晃头的动作，但是就像头里边的东西自己在左右摇晃一样，就完全不受控。但好在它不是一直晃，就是一天当中可能发生1、2次，然后可能持续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这个样子。中医里边有个说法，就是说如果这个疾病真的要彻底康复之前，一定会有眩晕感的。所以出现眩晕的这个症状，我也没有害怕，就正常的生活。等到差不多1周之后吧，
眩晕感就完全消失了。然后过了可能几周或者是1-2个月，就发现上边原来那个白色的点点随着指甲长长之后剪掉，那手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白色的点点，到现在都2-3年了。医生说指甲上那个白色的点点是缺锌，要补充锌元素，但是我并没有补充，但它的确是好了。这也是我对中医为什么如此相信的原因，因为很多事情我都亲自验证过，所以我知道应该是肝脏越来越好了吧。所以我基本上就用同样的方法。所以这次肩膀痛，医生按完之后，我睡前也会摸着它，对它表达感谢。现在呢，肩膀已经能抬到差不多原来的高度了，看没问题了，就特别开心。以前在好的时候，这样胳膊伸上去拉伸都没有觉得是多了不起的事情，生病了之后才意识到，你能做到的每一个动作，甚至我们能打开水龙头就有水，拧开煤气灶就有火，这些通通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，都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所以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现在你能列出今天让你觉得有幸福感的3件事了吗？我觉得现在肯定不止3件了吧。除了我们要感谢自己的身体，还有我们身边的人，对吧？给你支持的朋友、亲人，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。我有时候就觉得人活在现代这个社会真的很幸运的。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受到了很多庇佑，这个庇佑和帮助来自于跟你处于同一个时代不同行业的人，比如说面包师、公交司机，对吧？还有你的老师、你的医生，对吧？他们是同一个时代不同行业的人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受到了同一个行业不同时代人的庇佑。我们现在能用到的电、网络，还有高铁，还有很多知识的累积，这都是不同时代同一个领域里的人这样持续努力，才能让我们今天受到庇护、受到恩惠的。这么看来，我们人活着真的是很幸福，同时也是很幸运、很受庇佑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感恩的事情其实真的还挺多的。还有开头提到的那4个属相，鼠、牛、马、兔，我们今年尤其要格外注意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。那当然这4个属相风险更大，也就是只要谨慎小心，心存善念，应该都是能平安度过的，也不用太过担心。中国有句话说，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就是你做好的事情不一定能立刻得到好的回报，但至少祸事已经离你远去了。第2句就是人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就是一个人如果总是做坏事，这个坏事不仅仅指大恶，包括你自己不好的念头，这些如果有的话，就即便还暂时未能招致祸事，但是你的福气已经远去了。我是非常相信人有因果报应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内心清净，多去做好的事情，多发出正念善念，那我们的运气会越来越好，一定会受到庇佑的。那最后就祝愿大家都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吧。
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好冷了。